我的口袋名单是。嗨，我是球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我2025年的口袋名单前3名有谁，以及为什么我认为这些股票非常的有前景。如果你跟我一样非常喜欢投资那些有潜力会成长的好公司，那就一定要把这一集看到最后哦。首先呢，我的口袋名单第1名就是 NVIDIA， 代号 NVDA。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辉达的财报很好了，所以我就不花时间来讲财报了，我直接来分享为什么我很看好 NVIDIA。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当然就是晶片嘛。黄仁勋在这一次的 CES 上面的演讲就有说到 ，NVIDIA 推出了一款新的绘图处理器，叫做 GeForce RTX Blackwell 系列。那这个系列呢有4款处理器，包括 RTX 5090、RTX 5080、5070。那每一款的售价都比之前的要便宜非常的多。最贵的 RTX 5090，它的售价只有$1995，而最便宜的 RTX 5070售价也只要$549，真的是很夸张的便宜哦。那不只有价格上面更亲民，跟之前的 GeForce 4090相比之下 ，RTX 5090的影像产生的速度也提高了2倍，然后记忆体却减少了1半，这就有点像是压缩档的感觉，文件被压缩了，可以缩小蛮多的。那它的产品效能更好，价格又更便宜，这一点就让那些原本没有什么雄厚财力的中小企业就开始买得起这些辉达的晶片了。也就是说，它的客群的广度会变得更广了。我个人是预期这样的策略会帮辉达冲一波销售啦。再来第2个原因是 AI 超级电脑NVIDIA 在 CES 上面宣布他们要推出 Project Digits， 这个是一个可以独立运行2000亿个参数的超级 AI 电脑。那这个超级 AI 电脑的定价也非常的亲民，只要$3000美金，大概是台币10万块左右。根据 Market Research Future 的报告显示呢 ，AI 超级电脑市场预计会从2025年的78.4亿美元增长到2034年的387.9亿美元。那这段时间的年复合成长率大概是19.18%。如果 NVIDIA 在这个市场当中一样占据主导地位的话呢，每一年可能会增加好几十亿美元的营收。另外啊，根据 Motor Intelligence 的资料显示 ，PC 市场目前的规模是2220亿美元，那预计到2030年呢，就会超过3440亿美元。在未来的这5年之内，这些 PC 有多少是 AI 来驱动的，有多少是由 NVIDIA 来提供的，这些我们没有办法确切的知道。但是假设只有1/5的 PC 是 AI 驱动的，那这也高达688亿美元的市场哦。如果 NVIDIA 它的市场份额只占了50%，NVIDIA 的营收可能就会增加超过300亿美元。那你可能会问说，NVIDIA 在 AIPC 的市场会占到50% 这么高吗？这个合理吗？那我觉得这个假设其实是算是不会不合理的，因为以目前来看 ，NVIDIA 在 GPU 市场上面的市占率是将近90%左右的，所以它在 AIPC 上面的市场份额绝对是不会太少的。黄仁勋自己也很清楚知道，下一次的 AI 进化就是实体AI， 也就是自动驾驶汽车跟机器人这一类的东西。那刚刚讲的这个 AIPC 呢，其实只是辉达把 AI 带入消费者的物理世界的第1步而已哦。接下来就要搞自驾车跟机器人了。这也是为什么黄仁勋常常在讲说 NVIDIA 跟一些汽车制造商有一些合作伙伴的关系，包括这一次在 CES 上面，黄仁勋有特别宣布，他们准备要跟 Toyota 来合作开发下一代的自动驾驶汽车。另外呢，他们也有 Omniverse， 这个 Omniverse 是NVIDIA 推出的一个开放式的平台。Omniverse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超级厉害的虚拟世界工厂，它可以模拟我们真实世界的物理变化跟光线效果的变化。例如说，它可以用这些变化来去测试自驾车安不安全啊，或者是让机器人来学习操作流程啊，让机器人来工作等等的。NVIDIA 因为有 Omniverse， 所以它可以吸引到很多公司来用他们的技术去做模拟跟开发，特别是电动车、元宇宙跟机器人这一类的。那我觉得重点根本就不是做自驾车还是做机器人等等的，这些都只是手段而已。辉达最终要做的是打造一个全球性的生态系，这个生态系可能会包括汽车产业、工业、传统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医疗业、通路业等等等等的，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有物理 AI 的需求。而且在这个生态系里面，辉达就是支持整个生态系最重要的那个支持的角色。光是把触角伸进这些不同领域的产业里面，你就可想而知，
辉达后面的 database 到底有多大，任何产业背后的数据基本上辉达都有了。就算几十年后辉达不做任何事情，不再继续销售任何实体的产品，辉达还是一件非常有商业价值的企业。综合以上3个原因呢，我非常看好辉达未来的发展。不只有2025年啦，未来10年其实我都觉得它蛮有看头的。那当然啦，准备要过年了，我希望不是只有辉达有看头，我希望看这支影片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你，2025年都可以很有看头，都可以大丰收。如果你也想要在2025年有好的获利的话，那就在下面按个赞，按了才行也会波比。再来，我口袋名单的第2名就是 Broadcom， 代号 AVGO。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博通过去5年的财务表现。从2020年到2024年，你可以看到 Broadcom 的营收是逐年成长的，它每一年都有在成长，毛利率也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准，大概在73% 到76% 左右。EBITDA 也是每一年成长 ，Free Cash Flow 也是一年比一年还要高。从这一些最基本的财报数据来看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博通不仅仅是一间好公司，更是一间不断有在成长的公司。那这其实就蛮符合我个人的选股逻辑啦。比起稳定，我更喜欢这种一直有在进步的好企业。这也是为什么博通会在我的口袋名单的第2名的原因。那为什么我看好博通呢？博通的前景到底怎么样？首先，我看好博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 VMware。博通在2024年完成了对 VMware 的收购。那这个收购案呢，就让他们的基础设施的软体收入直接从2023年的76.3亿美元冲到2024年将近215亿美元，增长的幅度高达181%。基础设施软体的收入呢，在总营收里面的占比也从21%成长到42%。可见呢 ，VMware 的这个整合让博通在软体领域的影响力是大幅提升的而且公司还预测2025年的第1季这个部分的收入会达到6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又多了41%。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就代表说博通其实不是靠硬体在吃饭嘛，软体这一块也持续的在成长哦。那第2个原因是呢 ，AI 半导体的营收增长非常的多。到2027年的财年 ，Broadcom 预计它 AI 相关的 XPU 跟网络产品的营收将会达到600亿到900亿美元。那根据法说会的内容，你也可以看到，2024年博通来自于 AI 营收会占半导体总营收的41%左右，表示 AI 市场其实已经成为了博通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了。AI 的营收在2024年已经达到122亿美元哦，相比上一年的38亿美元，增长了220%，这个也是蛮夸张的。也就是说呢，博通也正式搭上了 AI 这一台喷射机了。OK， 综合上面这几个原因呢，我认为 Broadcom 真的是一间蛮有前景的公司。如果你还想要知道更多有潜力会成长的好公司，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社群。我常常会在这边分享看好的公司，或者是最近想要买的股票。那连结我已经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申请去加入。那加入的时候要放上大头贴，否则可能不会通过审核哦。OK， 再来第3名呢，是常常被大家忽略的一间大公司，就是 Adobe， 代号 ADBE。过去这1个月以来呢 ，Adobe 会跌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它2025年的指引不符合分析师的预期。那原本分析师是预期2025年的营收指引呢，会落在238亿美元左右 ，EPS 大概会是20.52美元。但是 Adobe 预测2025年的营收大约会是234亿美元 ，EPS 大概落在20.2或20.5美元之间，比分析师预期的稍微低了一点点。那再加上市场上现在认为 Adobe 目前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竞争风险，像是 Canva、Figma 诸如此类的工具，因此呢，股价才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啦。不过我还是很看好 Adobe 这间公司，原因有3个。第一个就是虽然说他们的指引不如分析师的预期但是实际上2024年各方面的表现都是超过预期的。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首先在营收的部分 ，Adobe 2024年的营收是56.1亿美元哦，2023年的营收只有50.5亿美元，年成长11%。GAAP 的 EPS 年成长也幅度蛮高的，有17%，从3.23块上升到3.79块。那营业现金流 Operating Cash Flow 呢，从去年的16亿美元增长到了现在也有29.2亿美元，年成长83%。基本上
整体的财报表现是非常不错的。那第二点是 Adobe 的护城河非常的大 ，Adobe 开发的各种工具，包括它的剪辑软体、它的绘图软体等等的，都已经深深的嵌入到一些专业人士的专业工作流程里面。当这些专业领域的工作人员，他们已经用习惯了 Adobe 的软体之后，那他们就不太会去使用其他的软体了，因为转换成本很高，这些专业人士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去适应新的软体。比如说，假设你是影片剪辑师，如果你已经很习惯用 Adobe 的 Premiere Pro 去剪影片，那就不太可能换成其他的剪辑软体，因为不同软体的操作方式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再加上 Adobe 的 PDF 格式呢，几乎是全球数位文件的标准化格式，在业界的知名度跟领导地位是很难被撼动的。基于上面的这几个理由呢，我认为 Adobe 的护城河是非常非常强的。即便这几年出现了像是 Canva 这么优秀的竞争对手，但我觉得 Adobe 也不是省油的灯啦，它也不是吃素的啊，它也不是这么容易被取代的。再来第三个原因是，我觉得 Adobe 的商业模式其实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的，因为 Adobe 已经成功转型成为订阅制的模式了，而订阅制呢就会让公司带来稳定而且是可预测的现金流。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转型啦，也是一个很棒的商业模式。基本上订阅制的这种商业模式呢，公司都可以活得很久，通常啦，但不是100%。而且呢，通常这样的公司还能越活越好。只要产品有持续的迭代更新，有越来越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的话，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另外，根据2024年的财报显示 ，Adobe 的订阅收入也占了总收入的95%以上。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Adobe 的 ARR， 也就是年化经常性收入这一块啊，总共增加了5.78亿美元。那其中 Document 部分是增加了1.73亿美元。Creative 的部分增加了4.05亿美元，跟2023年度相比起来 ，Document 的 ARR 是年增长23%，Creative 的 ARR 年增长11%，整体年成长高达13%。也就是说呢 ，Adobe 的稳定性的收入越来越多了。换句话说，因为订阅制的关系 ，Adobe 不只可以让每一年的收入越来越稳定，而且还越来越多。另外，我知道 Adobe 还有在积极推动一些更多的 AI 的工具，像是 Firefly 就是一个影像生成器嘛。虽然说这个产品还在公开测试的阶段哦，但是如果 Firefly 跟它其他原有的软体可以搭配使用，成为 Adobe 它原本的生态系列里面不可或缺的其中一个角色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创造更多的收益。所以整体来看，虽然指引不如分析师的预期，但是2024年的表现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它的护城河又很大，转换成本高，订阅制的商业模式也确实为 Adobe 已经带来了蛮不错的收益表现了，而且是稳定的越来越多。所以我认为 Adobe 的前景其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喜欢。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未来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